一名纳粹用一块糖果让女孩放下戒心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枪决了女孩。都说战争是把双刃剑，在歼灭敌人的同时，也把人性的丑恶展露无遗。1941年6月，小胡子的铁蹄即将踏上红色土地，大量的德国青年踊跃参军。在一名功勋卓著的一战老兵家里，他的2个儿子自然被老兵拉去参军。临行前，他告诫孩子一定要为国争光，不然50万一块面包的日子还会重演。出门时，母亲特意叮嘱身为少尉的哥哥，一定要把弟弟活着带回来。可从小就喜欢诗词歌赋的弟弟，对战争没有一点兴趣。心智清醒的他，并不和别的青年一样盲目的崇拜战争。每次的突击战斗，他从不自愿举手，只因他有一颗纯真理智的心。而他的这种表现，在哥哥的战斗小队中异常扎眼，甚至有的队员直接喊道：“弗莱德，如果你想在你的枪上刻下击杀荣誉，那么下次战斗时就把你的配枪交给我。”贪生怕死的帽子就这么被扣在弗莱德头上。小队里的流言蜚语很快传到哥哥威廉的耳中，哪怕面对哥哥的斥责，弗莱德依旧保持初心不变。直到这天，弗莱德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，那颗波澜不惊的纯真之心第一次动摇了。乌克兰辅警从民房中抓出大量的平民，一名惊吓过度的女孩失魂落魄地向他们走来，随后被大胡子辅警一把抱走。他的善良让他开口制止辅警，一旁的战友也出于人道地站了出来，就连哥哥威廉也以国防军的名义为女孩争取生的希望。结果突击队长表面答应放过女孩，还假惺惺地掏出他那昂贵的糖果。在女孩放下戒心的瞬间，恶魔的嘴脸展露无遗。在弗莱德的震惊中，这名10几岁的女孩被剥夺了生命，而突击队长只是淡然地擦掉脸上的血迹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。在营地用餐时，队员们又在说着一些偏执的话，让本就厌恶战争的弗莱德彻底情绪崩溃，甚至有了一丝丝恨意。一名放哨的德军点上一支烟，在这漆黑如墨的夜里异常刺眼。下一刻，苏军的轰炸机快速袭来，把整个营地炸得火光冲天。之前战友已经多次提醒他的危险行为，可心中深恨的弗莱德置若罔闻。这下，本就对弗莱德满肚子意见的队员们爆发了拳拳到肉的打击，让弗莱德逐渐的黑化。看着被揍昏的弟弟，哥哥威廉满眼的恨铁不成钢。不久后，德军开进到莫扎伊斯克，连绵的雨水终结了德军的闪电战，而威廉所率领的挥猎犬小队也遇到了麻烦。当弗莱德问清楚路线后，小队准备穿越沼泽地，突然一声脆响，让整个小队集体定住。没错，弗莱德最要好的战友踩到地雷了。所有人全部后退。在弗莱德经过他的身边时，他只无奈地说了句：“替我向我姐姐问好。”几分钟后，沼泽地一声炸响，弗莱德最好的战友被炸得尸骨无存。由于过度的自信，德军没有准备过冬御寒的棉衣。如果不通过这片沼泽抵近莫斯科，6周以后，这里所有的德军都会被冻死。现在摆在威廉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要么等工兵来，浪费大量的时间；要么强行通过，损失30%的士兵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弗莱德说道：“用指路的村民开道，谁能排除他们中有没有犹太人？”从厌战的纯真少年到失去战友变成恶魔，弗莱德只用了几个月。而沼泽地中的一声声炸响，无不说明了战争这把双刃剑已经剖开了人性最恶毒的一面。一声炸响，所有被困的德军全部冲出战壕。此时，一名绝望的德军士兵正在往这边赶来，他叫弗莱德，本是一名厌战的士兵，迫于无奈来到战场。在经历犹太女孩被杀和战友突然的牺牲后，一向厌恶战争的他，竟然逐渐的堕落了自我。这天，独自巡逻的他突然发现异常，不远处雪地中竟然有一位冻僵的敌人。换成以前，他早就吓到落荒而逃了。当他从敌人身上扒下衣服时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感觉到。此时，那个曾经的厌战少年已经变成了战争齿轮下的恶魔。此时的德军在恶劣的天气下已经失去了锐势。这天，长官要求一名自愿出力的士兵去取餐。曾经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在莫斯科过节的士兵，此刻全都露出了被战争拖累的疲惫。而已经黑化的弗莱德竟然站了出来。3小时后，就在所有士兵饿得受不了时，一声炸响，所有的德军全都冲出战壕。只见拎着饭盒的弗莱德身后，成片的苏军向阵地涌来。作为弗莱德的哥哥，威廉下令禁止开枪。直到此时，威廉看着无助的弟弟，才明白什么叫战争下的无力。此时的威廉第一次感觉到，当真正面对生离死别时，时间是那么的漫长和煎熬。就在弗莱德一不小心一头栽倒后，威廉用喊破喉咙的声调下令开火，心中还不断地祈祷着弟弟的平安。在子弹的呼啸和手雷的爆炸声中，这名德军出色的年轻军官第一次生出了对战争的厌恶。而他口袋中掉落的相片，正是他和弟弟以及朋友们最纯真的见证。那时候的他们还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还未被战争这恶魔所吞噬灵魂，变成只知道杀戮的行尸走肉。